Hello， 我是 MCMHMA Kelly。是的，今天的主角就是新 Myvi 2022。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这款新的 Myvi 2022，它到底跟上一款的 Myvi 有什么分别？首先，我们先从外形说起。这个是 New Myvi AV 版本，你会看到这个颜色是全新的颜色，叫做 Cranberry Red。这个 Cranberry Red 只有 AV 版本才有这个颜色哦，其他款式就没有。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外形哦，它其实改变了是它的前后 bumper 咯，前面的 bumper， 然后前面 bumper 还多了这个 LED DRL。这个 DRL 是只有1.5 H 版跟 AV 版本才有的。这是它的后面 bumper。所以后面 bumper 也是做了一些不一样的设计。那这一次的Myvi 它总共分成1、2、3、4、5个版本。1.3G 版，1.3G 版就有分2个价钱，那么它的差别就是一些那个安全辅助系统的分别咯。然后接下来就直接去到1.5 X 版打叉版，1.5 H 跟1.5 Advance。所以我现在讲了外形，你已经可以看到差别了。现在我们直接进去里面啊。对了，它的钥匙也不一样了，它的钥匙现在是跟 Ativa 的钥匙一样了。原装来的 Side Mirror 就是黑色的，而且有自动折叠功能，就是你一锁车了之后，它这里会自动收起来。OK， 现在这个新的 Myvi AV 版本呢，你看它的 Dashboard 做了些改变。现在它的这个新设计的 dashboard 呢是有红色的这些边啊 ，OK， 所以连椅子呢也是红黑色系的，跟上一款的不一样了。上一款是全黑色系，现在这一款也是红黑设计，然后也是皮革包覆的。然后你会看到它的 steering 呢就多了很多功能哦。OK， 然后我们也是有 get up 啦，这个原装来是没有的哈，原装来是没有的，这个你可以自己加，这个也是可以另外加。对了，还有这个，Advanced 版本这个中间这边啊，这个是 TFT 的咯，那这边不一样了。我们先来看它的唱机，我对它的唱机很有兴趣。哇，这个是触屏的哎，没有按钮的。OK， 这里放 USB 咯 ，HDMI， 它的调大小声是这里，跟 Ativa 的不一样 ，Ativa 的是在这里 ，Myvi 的是这里。其实这边是一样的啦，这个不用什么解释了哈，你们都会啦。OK， 它的唱机我就顺便来讲一下它的解说。其实呢，如果你有看过 Ativa 的话哦，它这些界面啊，都跟 Ativa 一模一样的，只是我觉得它的这个尺寸是比 Ativa 小一点啦，但是功能全部都是一样的。这个是 Radio， 你点你的 Radio， 然后你喜欢什么频道，你自己就去按99，它就存起来了，你可以存6个啦。然后你要找的话就这样子找啊 ，OK， 很方便呢。OK， 我们回去。然后 Smart Link 就是如果你是 Android 手机的话，你可以连接你的手机，然后它就投影进去咯。HDMI 我没用过啦，坦白讲。OK， 我们看它的设定 ，Background 有5种选择，跟 Ativa 的一样。然后这个是调音响的 display 的亮度、语言，这边是调时间、日期，还有这个是时钟的显示 screen， 只是好像 screen saver 这样子，可是其实你的东西还在跑着的，点一下它就恢复了。或者你可以直接来这里调时间呢，还有这个打开蓝牙就可以连接你的手机、听歌、接电话。这个是放 USB 的，它的放 USB 就是这里了，你要听歌什么是放这里。你要充电的话呢，充电这里有，这里也是有，这个也是给你充电的。Myvi AV 版本呢，也是跟之前一样有 reverse camera， 我们看一下。新 Myvi 还是一样，没有给 armrest。新 Myvi 还是跟上一款的一样，保留了这个 Toll Reader， 这是 Smart Tag 的 sensor。这里就是给你放你的 Touch and Go 卡或者你的 IC。然后这里可以 check balance 的，原装来已经有了防爆隔热纸 ，OK， 也是有防夹手功能。这一款
Myvi Advance 它有 Cruise Control， 所以如果你要打开 Cruise Control 的话，是按这个，然后你就去 set 你的速度啦，按了然后你就 set 速度，然后这个是跟车的距离，然后你打开了 Cruise Control 之后，你也可以启动这个 Lane Keep Control， 就是说你开了 Cruise Control 定速功能，你的脚就可以离开你的油门，然后你说你要跟着前面的车大概保持一个25米的距离，如果前面的车子它慢下来了 ，Myvi 就会感应到，所以 Myvi 的速度也会慢慢降下来。当前面这辆车它又加速了，然后又跟你的车子拉开了距离 ，Myvi 它就会自己慢慢再回到你刚才设的速度。然后如果你启动了这个 Lane Keep Control， 它会让你保持在你的车道内，就是说其实你可以暂时啦，一下下啦，你的手是可以离开你的 steering， 一下下来就可能给你拿零食还是喝水啦。我们还是建议你是时刻是抓着这个 steering 的。然后比如说，如果前面的车它可能停下来速度太快了，你就自己 tap brake 的话，你一 tap brake 了之后，你的那个定速系统它就暂时关闭，然后你就需要按回这个 resume， 按回去，它就再回到你原本的设置了。这里还有一个 power 的按钮，就是现在这个 Myvi 还是一样是 1.5 Drive VVT-i engine。其实 Myvi 1.5 已经是很有力了，如果你想要它更加 power 一点的话，再更加有力的话，你就按一下，打开这个 power， 那你的 Myvi 就真的会飞了啦。然后这个 trip 是给你知道你的trip air 跑多少 ，trip B 跑多少，还有你总里数走了多少。这里的功能呢，就是调大小声啊 ，OK， 这个是选择你要听歌的模式，比如你要听 FM， 还是你要听蓝牙的，或者是 USB 的，你都可以这边选。然后这个就是上一首歌，下一首歌 ，OK， 这个是调这边的设置的，那你就按 Enter， 你就可以进来这边调。荧幕的亮度啊，时间日期啊 ，display setting 啊，把这的声音啊，荧幕的设定你可以自己选择要不要打开这些，还有把这声音，这些提示声你可以选择它的声量。这个 Myvi 也是跟 Activa 一样，可以存纪念日，有10个日期可以给你存放。Vehicle setting。Front camera 就是我们的这个，其实就是这个啦 ，ASA 的这个探测器，打开就是亮青色，关掉就是这样。Front vehicle departure alert 的意思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停在交通灯，然后前面的车它如果离开了之后，超过3个米就会提醒你，你看你要不要打开？你要打开的话，你就点一下就亮青色了。然后这个是调你要它提醒你的时间是慢一点提醒你。快一点提醒你，再快一点提醒你。这个是防撞哦，防止你撞到前面的车或者人，它的那个时间的那个快慢。所以这个也是给你调了，我们就调中间咯，不会太快提醒你，也不会太慢提醒你。LDW 就是 Lane Departure Warning，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车子没有保持在2条线的中间，我们偏离了我们的跑道，它也是会提醒你的。那么这个的时间你也是可以选择敏感或者是特别敏感啊。Steering Assist 就是如果你的车子偏离了跑道，你打开了 Steering Assist 之后，它就会轻微的帮你拉回去你的车道里面。BSM 跟 RCTA，BSM 是 Blind Spot Monitoring 盲点侦测， RCTA 就是你退后的时候，如果远方后面有车子经过它也是会提醒你的。这个你也是可以进去选择打开或者是关掉现在的 Myvi 有 Auto Lock 了哦，跟 Activa 一样啦，你可以自己去选择你要不要打开。如果你选择第一个的话，就是说要开车到超过20 km/h 以上，车门才会自动跟你上锁，或者你可以选择这个是当你的牙一推到 D 的时候，它就会跟你上锁。解锁的话呢，你可以选择你的牙推去 P 的时候，它就帮你解锁，或者是你可以选择这个，你一熄火后，它就帮你解锁。
那这个answer back buzzer volume 是调你好像你锁车或者是解锁的时候的那个 buzzer 的声音，那个哔哔的声音，你可以选择它的音量大小，它最大声是到7号啦，我们放5号就够了啦。或者你在锁车的时候，或者是解锁的时候，它会那个 side mirror 会亮灯哦，你可以选择打开或者是关掉。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在下雨天你开 wiper 的时候，你一打 reverse 压的时候，后面的水烧也会自动帮你烧。OK， 我这些功能我们都打开。Turn signal， OK，Welcome lamp。打开 Living Home 的设置，是让你在晚上出门时，当你解锁的时候，你的车灯会自动打开，让你可以在一片光明之下安全的上车。而当你晚上把车门锁上时，它依然会亮个30秒，以确保你已经安全的走进家里。哦，你记得要把这个调去auto。然后呢，其实它白天是不会亮灯的啦。你现在看它会亮呢，是因为我有拿东西去盖掉那个它的感应器，所以它就以为是晚上咯，所以它就开灯咯。OK， 30秒了，关灯。我个人觉得它这个调这个设定的还是 Ativa 比较好用一点。给你这里，我选择这个是给你看一些资料的。OK， 你的油耗大概是用了1个 liter， 你走了多远，然后现在这桶油还可以跑多少公里。现在这款新 MyV 它最大的改变就是它的压箱，它现在是采用DCVT 压箱，就是跟 Ativa 一样的，它取代了之前的4度牙。那你也会看到它这里也是不一样了，还有 PRNDSB，P Parking，Reverse 退后 ，N 是我们讲的 Free 牙。D 就是走咯 ，S 呢就是当你要上斜坡的时候，你觉得你按 D 好像有点上不去的话，你就可以调去 S。B 呢是当你下到一个很斜的斜坡，像有时候我们下 parking 它很斜，或者是那条路是很斜的话，因为如果我们在 D 的话，你下斜坡，你可能会担心你好像它会速度太快，所以你下一个很斜的斜坡的时候，你可以放 B， 它就会让你的车下的时候就比较安全一点哦，它就不会好像滑的那么快。我觉得现在它这个新的 dashboard 设计真的很漂亮。你会看到 AV 版本现在这边多了很多功能，是因为它现在这一款呢，它增加了很多安全辅助系统，其实就是跟 Ativa 的辅助系统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就一个一个跟你介绍，因为我相信可能现在在看着这个视频的你，之前是没有看过我介绍 Ativa， 所以我就当做这是全新的视频，我来一个一个介绍咯。这是给你调那个 side mirror 的啦 ，left right， 然后你就调上下左右，你也可以自己选择给它收。这个是关掉 ASA 功能的，在这款 MyV AV 的 ASA 的功能也是跟上一代的不一样的，升级版的 ASA。然后这个是关掉防滑系统哦。这个是关掉那个 Eco Idle， 如果你不喜欢你在可能交通灯暂时停车或者在路口暂时停车，它会帮你自动关掉引擎的话，你就可以按一下，然后它就会关掉了。打开这个功能呢，是可以让你更加的省油啦。不过我知道有些人不喜欢你就关掉咯。这个是调你的大灯的角度，这个就是那个自动调节远光灯，跟 Ativa 一样。自动调节远光灯就是如果你其实我有点懒惰讲，不如你们直接去看Ativa的介绍就可以了。好啦，它就是总之呢，就是你在很暗的路没有路灯的情况下，它会自动帮你开高灯。我们的车灯是左右嘛，如果是右边有车来的光，它就是右边的高灯会放低会关掉，然后但是左边的高灯还是一样是打开的，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啦。哇哦，现在这款新 MyV AV 版本有附送行车记录器了，你的车一买来原厂就已经装好行车记录器给你了。对的，只有 AV 版本才有行车记录器。现在这个新的 MyV 也是有 Auto Headlamp 了，它的感应光线的感应器在这里。OK， 新 MyV AV 版本，我觉得我应该就是差不多都该讲的应该都讲了啦。我们现在就去看一下新 MyV Hatch 版，它到底又跟 AV 版本有什么不一样呢 ？Let's go！ 这款是新 MyV 的 Hatch 版，所以其实新 MyV 1.5 Hatch 跟1.5 Advance 它的外形哦，
是长得一模一样的。Side mirror 这里也是一样是黑色的，也是有自动折叠的功能。所以如果你要从外形上如何区分的话，是区分你就只可以从这边区分啊。后车厢全部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大改变。H 版也是有这个 LED 的DRL，front sensor 也是有。它唯一最大的差别是里面 H 版的椅子是布的，它这个设计是有一点像蜜蜂窝的设计。然后它的 steering 的你会看到很明显它的一些，因为 1.5H 版呢，它就没有 AV 版本的那些行驶的辅助系统，所以它这里就因为它没有 cruise control 啊、盲点侦测啊那些嘛，所以它就只有这里给你调你的音量的大小声哦。但是它一样是有这个 power mode 的。OK， 如果你要你的 Myvi 飞起来的话，你就按 power。Myvi 1.5H 的 dashboard 就是全部黑色的啦，跟刚才那个 AV 的不一样，只有 Myvi AV 版本的 dashboard 是有红黑元素的。这边就一样咯。1.5H 版呢也是一样有 SA 防滑系统、Eco Idle， 还有那个自动调节远光灯的功能。我们来看一下 H 版的 meter 是怎样的。它这里是 LCD 的，不是 TFT。这是调时间的，看到吗？调时间的。这个是给你看你的 trip 的，还有你的总里数。这个是看一些 description。上一款的 Myvi H 版它的唱机是按钮的嘛，所以现在这一款呢就是触屏的。所以你看到触屏了，你是不是以为它有 reverse camera 嘞？我跟你讲没有哦。Myvi H 版虽然是有触屏荧幕，但是它没有 reverse camera， 只有 Myvi AV 才有 reverse camera。OK， 我不知道为什么啦。其他这些就跟刚才你们看到的 Myvi AV 的功能是一样的啦。H 版就没有行车记录器了，一样有那个 Toll Reader Smart Tag。上一款的 Myvi H 版是没有给防爆隔热膜，现在这一款的是粘好了防爆隔热膜给你了。所以总结来说 ，Myvi H 跟 Myvi AV 的差别就是 Myvi H 没有 reverse camera， 没有盲点侦测啊、cruise control 啊、那个什么 RCTA 的功能，它没有。不过呢，它一样有 SA， 有自动调节远光的功能，它也是有那个 Lane Departure Warning， 就是如果你的车是偏离了跑道，它会提醒你。所以你比较喜欢 H 版还是 AV 版本呢？今天的新 Myvi 介绍就到这里啦。我知道一定会有人想看 Myvi 1.5X 版到底有什么不同，但是暂时没有车可以给我拍嘞。如果有的话，我就拍给你们看啦。So 我应该没有漏掉什么东西吧？如果你们发现到我有遗漏了一些什么资讯的话，你们可以影片下方留言让我知道，然后我再去补拍啦。太久没有拍影片了，有没有？有点已经不知道要怎样拍了。那真的太久了，太忙了。今天的新Myvi介绍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记得订阅、按赞、分享。还有你还想看什么视频的话，你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如果我安排得到时间的话，我去拍啦。记得订阅我哦。然后最重要的是，要买车记得找我。有人要买车也介绍给我 ，OK？ OK， 我们下次见，拜拜。对哦，我漏掉忘记讲。现在这个新Myvi已经没有 GPS 了，没有导航系统了。上一款的Myvi是有 GPS， 现在这一款新Myvi已经没有 GPS 了，差点忘记讲。